有缘人，如果你总觉得很累，很容易疲惫，干什么事体力很容易被消耗，上个班挤个地铁回家，感觉半条命都没了，连说话多一点都觉得累。日常生活的待机模式像续航差的手机，别人可以干劲满满地上班一整天，而你只能维持一上午或者几个小时，那么恭喜你，是个身弱之人。然而，我发现身弱之人是不能太卷的。你如果想过得好，你要学会躺平。如果你容易被外界所影响情绪的，明明想多做点事儿，但总觉得力不从心的，你一定要码住了，要学会躺平。不仅是身体上的躺平，好好休息，还有心理上的躺平，减少内耗。因为对于身弱的人来说，少跟别人接触就是在保护自己。你最需要的是休息，少把精力分给别人。身弱之人大多是越躺着越强的格局，所以看到这里的你，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好运也会离你越来越近的。所以，即便是这样一张烂牌，只要掌握了4两拨千斤的秘诀，一样能拥有财富和福报。身弱之人常常会有独特的品味和鉴赏力，可以敏锐地洞察到别人的情绪和内心想法，所以要放大自己的优势，用我们独特的共情力去做适合的事情。比如疗愈类工作、茶艺、瑜伽、颂钵、心理咨询师等的对修养身心有益处的工作，还有创造性的工作，像音乐、写作、自媒体、咖啡师、手工艺品制作等，能让你在创作过程中找到自己，很适合能量低、身弱的人。当然也可以是那种能接触到自然的工作，旅行博主、花艺师、花店店主之类，能够接触到自然的，呼吸到自然气息，活动范围广，舒适自在的，就不会让人感到压抑，也更容易坚持。一些创意类工作也非常适合，插画师、设计师、摄影、作家等。这类工作往往可以给身弱之人带来很多精神上的愉悦感，但说实在的，即便有如此多的优势，却也会有非常多的弱点。身弱之人的大脑思绪很容易乱飞，简单理解就是想得多，结果就是精力被过度消耗，事情做不成几件。所以身弱之人想要做成一些事，一定要专注些。在工作上不必追求全面开花，找到自己热爱和擅长的事情，全力以赴就够了。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给自己充满电，让自己的身心处于最佳状态，然后制定长期规划，稳步前进。每天做点让自己能量平衡的事，比如阅读、听音乐、播客。再来就是多接触大自然，去抱抱大树，呼吸新鲜空气，放松自己。身弱的人不是不能成功，而是要以自己的方式成功。换个角度想，身弱之人其实有很多自己独特的想法，
更能敏感地捕捉到自己、他人的情绪，对很多道理、事物的共情能力和感悟力也比一般人要强得多。所以身弱之人一旦开窍，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很容易沉浸在其中，也更容易成事。所以我总结了3个身弱之人取长补短，短时间内快速成长的方法分享给你。1. 放大你的情感优势。前面说过，身弱之人对很多事物的共情力很强，擅长灵感、直觉、情感、情绪体验，洞察并理解他人的需求和感受，这是身弱之人的天赋所在。当你真的能把这种天赋优势用在人际交往或工作当中，就会表现为出色的倾听者和沟通者。身弱的人可以充分发挥这一个优势，从事情感咨询、户外陪伴、疗愈、护理、绘画、文字创作和自媒体博主等职业。这些工作能充分发挥你的情感天赋，帮你找到自我价值和成就感。不仅自己心态更轻松了，也赚到钱了，整个人的能量就非常高。所以如果你觉得目前的工作和生活让你感到痛苦疲惫，那我真的建议好好静下来，先来想想自己真正热爱什么，能不能将这种热爱放大变成自己的优势，让自己过得更好。2. 要避免透支自己的身体。身弱之人需要格外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避免过度消耗精力，学会适度摆烂，适当放松自己。我说这个不是让大家不要卷了，都一起躺平，只是想说，如果你是个身弱之人，一定要学会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该休息休息，千万不要跟身强的人一样，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战斗状态中。因为身弱的人脑子里本身就有很多思绪，对你的身体来说已经是一种负担了。如果再去消耗身体的气血，比如熬夜，长时间的工作就容易让身体崩溃。适当在一些事情上摆烂，比如不喜欢的人，能不联系就不联系，或者不要过多在意一些小事，尽量切断那些破烂事对你的影响，去喝茶、喝咖啡，做让自己开心的事。3. 要懂得享受自己的福气。身弱之人真的是天选的好命体质，有福之人，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身弱之人是不是都很少有为钱发愁的？这里不是说他们多富有，而是没什么负债，有点小钱，生活比较充实，做什么事也更容易有好运。当身弱之人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热爱的事物当中，财富和爱意都会源源不断地向你涌来，而你要学会的就是把握这些机会，珍惜福气，让自己活得更好。当然了，看到这里可能觉得有点悬，但其实是内在力量的显化。试想一下，即便你是个身弱之人，但在生活或者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你是不是会比身边的人更勇敢地面对？
是不是会一直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你的内在力量显化。这种内驱力会让你在生活中不断前行，成为更好的人。身弱之人并不是什么一无是处的废柴，而是天选的好命之人。学会珍惜自己的福气，多关注内心的感受和需求。当你感到快乐、充实和满足时，好运和幸福就会自然而然地降临在你的身上了。曾国藩就是典型的身弱，35岁开始他就患有各种疾病，所以他们家的祖训有一条养生六诀，那就是每夜洗澡，饭后千步，成分节欲，静坐眠食，不轻服药，把氧气作为自身的第一要义。他为什么养气？因为他知道身弱的人就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其实就是能量低的表现。为何能量低？敏感多思。每天的神跟着外人外物跑，能不累吗？即便躺在那里，惶恐、小心谨慎、思虑太多的心，也无时无刻在消耗能量。身弱的人，他如果盲目的在这社会卷，他等于慢性自杀。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就是享不了福。没有什么事情一吹风就感冒，随便吃点就肠胃炎、拉肚子，夜晚睡不成。当时当官的曾国藩，他已经严重察觉到自己的身弱给身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于是他闭关了2年。2年之后，他悟出了让自己身强的方法，从此脱胎换骨，在官场如鱼得水。他到底在这2年悟出了什么道理？我看完曾国藩所有的自传和语录，总结出来以下几条。第一个心态，守拙，为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强。身弱的人要像孩子一样，不要太聪明，笨一点，迷糊一点，它也是一种养生。你观察一些玩闹的孩子，他们的特点就是情绪丰富，但是不持久，埋头投入，但不过度劳苦，喜爱研究，但不过度思虑，乐于分享，但不过度付出。一切过度都会伤身，乐而不伤才是长久之道。第二个心态，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下不杂，既往不恋。你们看小朋友，他才是真正活在当下的小神仙，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刚刚还信誓旦旦，转头就改变主意，顺应四周，活在当下。第三个心态，凡成大事，以时为主，以财为辅，人谋居半，天意居半，绝对不负重前行。说走就走，喜欢就玩，不喜欢就遵从自己的心。对身弱之人而言，想改变自己当下的身心状态，千言万语就会成一个字：玩。把好好玩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身弱变身强。中医有句话说，人是一个生命，始终在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三者相比较下，
能量交换最为主要，能量是有流动性的。身弱的人要多接触身强的人，多接触有高能量的事物，以此来获得能量的传导。能量低的人往往习惯以虚的心态和回避问题的方式来跟这个世界连接，时间久了，你的世界里也会以虚、能量低、运势不足的方式来回应你。因此，身弱、能量低的人大多都是身体虚弱，容易内耗，时常觉得焦虑、恐慌，浑浑噩噩的。如果你也是个能量低，经常感觉自己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的人，跟你们说一个补充能量的顶级方法，就是去借天地的力量。《黄帝内经》里面讲，天地自然间的能量才是大补。接下来我分享的这3个方法，真的能从头到尾给你来一个十全大补。身弱的有缘人赶紧行动起来。1. 地补宝树。看过一个说法，大树是天线，是连接宇宙和大地，在大地上形成高能量的正循环磁场，真的对提升能量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报数具体要怎么报？很简单，你只要找一个安静的公园、森林或者有大树的地方，找到一棵你看顺眼的大树，让自己身体放松下来，再把你的双手去感受树皮纹理，用心感受你与树之间的能量回流，接着张开手臂把它抱住，用额头轻轻触碰树干，呼气吸气，静静地感受树的气息和能量，在心里默念自己近期烦恼、焦虑的事，卸下心防，用心感受，你就能收获到大树给你的神秘能量。对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人来说，每天的压力和负能量都太多了，久居城市的那种焦虑感是很难被消除的。多去接触大自然，能在自然界中收获一份久违的精神自由。2. 天补早晒太阳，晚晒月。如果你感到自己的阳气不足，总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的，可以早起去散个步，晒晒背。当然，我们很多人都只知道晒太阳，但其实晒月亮也可以让人恢复能量，特别是对阴虚内热的人来说，晒太阳往往容易热出汗，更适合多晒月亮来滋阴。《黄帝内经》里说，月扩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亮到中秋就会变成满月，这时候的月光最具天地精华，阴中有阳，滋阴的效果是最好的。沐浴在月光下，晒月光，散步，冥想，吸收月光精华，给身体补充能量。刚好中秋节刚过，大家在吃月饼，赏月的同时也可以多晒晒月光，提醒一点，背为阳，腹为阴，也就是说，晒日光的时候背面向太阳，晒月光的时候要正对着，这样效果会更好。3. 人补多跟高能量的人交往。在生活当中，我们绝大多数人觉得累，更多时候是你接触到的人
让你感到心累，如爱抱怨生活的朋友，喜欢压榨员工的上司，爱传播八卦的同事，难缠的客户等等，都是我们对人际关系感到疲惫的缘故。所以人补就是要多跟高能量的人交往，多和让你自己觉得心情愉悦的人在一起，多跟同频的人做朋友，学会在人际关系中做减法，那些可以舍弃掉的人，能不联系就不要联系了。我们人生并不需要那么多朋友，知己3、5个足矣。远离不良的人际关系，提高交友质量，生活会更加愉悦，自身的能量自然也会变强了。古人讲究天人合一，多亲近自然，自然也会反哺你。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天地间的能量才是最奢华的滋养。身弱之人都是好命好运的人，要懂得保护自己的能量。无论是找伴侣还是交朋友，要找你喜欢的，跟你同频的。做事情的话，找望自己的人合作，多出去走走，晒晒太阳，沐浴月光，穿自己的喜欢的衣服，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去喜欢的城市发展。身弱之人除了学会向天地借能量之外，也要远离邪气重的负能量场。因此，身弱、能量场弱的人需要精心呵护与滋养。如果你自己常常感觉到在一个环境下很内耗、疲惫、不舒服，给大家分享3个方法，希望对你有用。1、学会识别身边负能量的人和环境。有些负能量的人和环境很容易识别，有些就比较隐形。毕竟给你穿小鞋的上司和同事，你一眼就能辨别出来。可如果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男女朋友、丈夫妻子、好朋友，那多少就有点难以辨别了。人性很复杂，身边亲近的人本身也没有恶意，只是把自身的期待放在了你的身上，所以会总挑剔你，指责你，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改变你，让你变得更好。而有些人则是嘴上说着爱你，实则是通过贬低、指责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性，一边享受着你的付出，一边又在通过打压你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些人往往是你身边亲近的人，有了亲情、友情、爱情的面纱做遮掩，就会让你产生自我怀疑，觉得错不在别人，而是自己不够好。识别负能量的关键在于，你是否觉得很累，总想远离这个人了。如果你得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答案，那么请你相信自己的直觉。人生是很贵的，高能量也很难得，一定要擦亮眼睛，远离吸血鬼。2、建立抵抗负能量的屏障。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个人朝你扔了一块烂泥巴，你会怎么做？我想大部分人当下的反应都是反击，抓起地上一块泥巴扔回去。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烂人、烂能量的时候，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与其纠缠，可纠缠就要消耗自己。对身弱的人来说，
纠缠过程中损耗最大的还是你自己。如果深陷其中，与负能量的人争吵、纠缠，或者因为负能量的事不开心，身体就会变得更差，自身的福报也会受损，麻烦事、倒霉事都会随之而来。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与恶龙缠斗久了，自己也容易变成恶龙。所有的恶意，建议大家不进耳，不入心，让其随风而逝。所以学会从内建立起抵御负能量的屏障。当我们有足够多抵御负能量的能力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恶意都会转变为福气，所有的谩骂都会变成养分。3. 适当摆烂，放空自己。如果你因为负能量的人和事感到不开心，很疲惫，就给自己放个假，适当摆烂，毫无负担的休息。自身能量本来就比较低，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过度用力，会很消耗自己。别想太多，更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外界，凡事量力而行，不主动揽活，少操心，养好自己的心神和能量。关掉手机，没有要随时回复的信息，也没有什么非要你处理的工作。停下高速旋转的大脑，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做自己想干的事，看一部不用动脑的电影、电视剧，或者读一本闲置很久的书。不是每一件事都必须要有意义，做点无意义的事也很美好。在放空的状态里，把自己的变得轻盈，恢复能量，累了就休息一会。充满电的人才有精力更好的工作生活。有缘人除了做到以上几点以外，还有一个平时我们生活中最容易忽略的消耗自身能量的细节，那就是一定要学会避衬。你的嘴就是你的风水，一语成谶的道理，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简单来说，就是你不经意间说出来的话，最终成为现实。这里的话一般指的是不吉利的语言，所以身弱之人尽量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比如累死了、烦死了、气死了，这是非常的不好的。死这个字尽量少说，还有一些很丧气、很低能量的话也不要说，比如我今天上班又迟到了，倒霉死了，工作好多，我要崩溃了，我是个废物，我怎么这么穷，我怎么总是不开心等等，又丧气又低能量的话术。生活中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从自己嘴里说出来，这对于能量不足的人来说是很忌讳的，因为很多话你要是重复说，一直说，它就会变成真的话，会应验的。所以对于身弱的人来说，一定要避免说不好的话，而是要多讲一些正能量的、吉利的话。比如你想要身体健康，你一定要说，因为我每天都早睡早起，好好吃饭，身体肯定会越来越棒的。比如你想要天天开心，你一定要说，因为我每天都在努力生活，心情舒畅，
每天快快乐乐，还可以说我会越来越健康，身体越来越棒，我非常轻盈、舒适、有活力，我每天认真工作，努力生活，我会越来越有钱。要多说些正能量的话，不要老说那些丧气的、不吉利的话。那种不好的话说多了，你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说的越多，自己的心理和生理环境都会受挫。大家一定要学会终止这个恶性循环。从今天开始，少说不吉利的话，多说正能量的话。你的嘴巴就是你的风水，你常说的话就是你的命。多告诉自己要开心，要好好工作，努力搞钱，好好生活，这样你的身体会越来越棒，运势也会慢慢变好，财运也会越来越富有。大家要是不信的话，从明天早上起床开始，对着镜子念10遍：我就是命好，我想什么来什么，我做什么成什么，谁跟我在一起谁就过得好，我就是旺人旺财旺家宅，我这辈子没有吃苦的命，我从不精神内耗，烦恼都离我远远的，我漂亮，三观正，教养好，我就是天选的好运之人。坚持把这句话每天念10遍，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来感谢我的。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顺势而为，适当摆烂。愿你远离内耗，守好自己的能量，终有一天你会涅槃重生，逆风翻盘。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